昨晚季前赛踢摩纳哥，上半场踢完，我在群里说有大半年没看过这么流畅的利物浦了。结果下半场被对面连扳3球，一帮替补们被压的球都出不了后场啊！整个下半场只有一脚射门，被摩纳哥全面压制。连续2场被对面逆转输球啊！伊劳拉的原话：我们无法维持想要达到的水平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目前球队的水平也就能踢个30分钟的好球，很多一线队主力的体能都踢不够90分钟，只要做一点调整就累了，还得多练才行。显然伊劳拉的安菲尔德首秀他自己并不满意，只能在失望中去找积极的地方了。就我自己的观赛感受来看，我总结出来几个积极的地方。首先，上半场特别是队长送点前的40分钟吧，踢得真好。我猜对面摩纳哥应该也没用尽全力啊，但维尔茨、伊萨克、加克波、库马斯他们几个前场是真跑真逼抢，弗林彭和齐米卡斯的压上力度也相当大，再加上中路赫拉芬贝克状态也不错，后防线恩杜克维一柱擎天，真是让我看到了久违的利物浦快打旋风。2个议员先生联手进球，肯定大家都很高兴，但我最意外的是咱们的自家青训库马斯。老实说，季前赛之前我都不怎么认识他，但这场比赛他真让我眼前一亮。他的跑位意识、身体灵活性、传球视野，我觉得完全比基耶萨、弗林彭、莫里森好太多了啊！特别是他的前场逼抢和回防力度，真的太棒了。这感觉就好像我发现原价508的4屏足球通年卡，现在竟然只要388了啊！更没想到的是，他还送了120的券，可以兑换剃须刀、背包、充电宝、雨伞、墨镜和世界杯足球，6选1啊！相当于268就拿下4屏通看5大联赛的足球通年卡，简直太划算了啊！如果再加上我返的20，朋友们，这么划算的足球通年卡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啊！他这120的券是限量的啊，这些东西换完就没了。还没买足球通年卡的朋友们，真的可以下手了。新赛季5大联赛眼看就要开始了，利物浦虽然输球了，但上半场这40分钟真的太让人期待了啊！我就说2点，趁这些周边还有，赶紧下手，记得备注栏填手机号，一定记得在我的个人橱窗下单才能返啊！我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库马斯和姆巴耶的数据对比，可惜这孩子太冷门了，主流数据平台都没他的统计数据。库马斯20岁了，威尔士人，11岁就加入了利物浦青训，这一年一直被租借到英冠俱乐部练级。上赛季他在老虎城打了40场比赛，但只有11场首发，比赛时间只有1364分钟，只有过4个进球。他是个右脚左边锋，也能踢中锋和影锋，没想到这次在右边锋表现这么好。看看昨天的首发阵容，除了他和恩杜克维之外，基本上都是新赛季的一线主力了啊。他昨天的表现，我认为一点都不比恩古莫哈差，甚至我觉得库马斯的跑位、传球时机都要比恩古莫哈更好，球商更高。当然他俩不是一个踢法，而且我说的也不是昨天的恩古莫哈。昨天恩古莫哈属于坐了大半场的牢，赛后都发脾气了啊。虽然踢得不爽，但年纪轻轻还是要懂得谦逊。如果休斯买不来姆巴耶，那我觉得新赛季干脆就练我们自己的青训得了。恩古莫哈、库马斯，这不都挺好的吗？昨天加波在左路表现也不错。热刺如果拿不出7000万镑，那就留下和穆尼奥斯竞争左边锋首发。如果加波踢左边，那穆尼奥斯就是新赛季右边锋首发了啊。恩古莫哈和库马斯2个能左能右的青训，给他俩打替补轮换也够了。其实有眼尖的外媒在昨天维尔茨的赛后采访上看到了理查德·休斯，他和阿劳霍的经纪人在一块呢啊。阿劳霍今天应该能完成体检，正式官宣也就是这2天了，所以休斯这一天也顾不上巴尔克拉和姆巴耶了。我才知道啊，原来莱奥尼和阿劳霍都是一个经纪人。看来休斯和这个叫克尼亚尔的经纪人关系不错。热刺新主帅德泽尔比的经纪人据说也是他，好在罗梅罗还没卖出去，不然说不定阿劳霍也可能去热刺了呢。我不知道利物浦球迷对巴尔克拉是个什么看法啊？我是看到奥塔发了一张他的雷达对比图，不看不知道，原来他和迪亚斯的雷达图高度吻合啊。细看一下，巴尔克拉的防守参与度高出不少，但制造犯规的能力差点意思。这么一看，原来休斯的小算盘是找个路易斯·迪亚斯的接班人啊！7500万放走迪亚斯，在拜仁大放光芒，然后再1.7亿买个相同模板的巴尔克拉来接班。奥普塔也比较了他和亚马尔、维尼修斯的雷达图，可以说这4位啊，巴尔克拉、迪亚斯、亚马尔、维尼修斯都是同一类型的边锋，都能和亚马尔、维尼修斯相提并论了。大家说巴黎要1.7亿合理吗？反正休斯也没在巴黎啊，干脆就别去了，让巴黎自己留着吧，或者卖给阿森纳。其实昨天这个首发把库马斯换成穆尼奥斯，我觉得也够了，就是替补席不太行，阵容厚度差太多了。下半场我觉得还能看的，也就是尼奥尼、穆尼奥斯和客串左中卫的青训钱默斯了。其实马马达和远藤航也是可以的啊，但我看不少人骂远藤航，说和恩杜克维差太多了，根本踢不了中后卫。
远藤航才多高啊，恩杜克维接近2米了，远藤航也就一个解围球没处理好，但他的位置感、拼抢意识，单就这一场看啊，我觉得要比范戴克更好。最起码远藤航3次对抗100%成功，上来就是一个泰山压顶，抢下头球落点，我都有点替他担心了，毕竟大伤才刚好。要说真没眼看的，那要首推麦康奈尔，这小孩的出场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整个局面。尼奥尼已经够大气风范了啊，也罩不住身边这位，位置感极差，拿不住球，身体笨拙也没速度，2次下地滑铲都是冲人不冲球，他在场上基本上等于少打一人。科尔克茨、拉姆齐、杰萨也让人失望。埃利奥特除了展示圆滚滚的身材和现场球迷互动之外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传球失误了。我猜伊劳拉的首发安排，为啥他没让恩古莫哈和科尔克斯直接首发呢？就是为了让这几位在下半场稍微带着点球队，水平别一下下降的太多了。左边科尔克斯、穆尼奥斯，中间尼奥尼，右边恩古莫哈，前面还有个搅屎棍杰萨，怎么也能扛个半场了。结果没想到下半场直接崩了，球都出不了半场。等阿劳霍来了，利物浦的一线队非本土球员就满17人了，这是英超联赛注册的上限了。如果休斯还要买巴尔科拉或者其他非英格兰本土的边锋，那意味着至少还要卖掉一个外籍球员才行啊。大家说卖谁呢？杰萨、拉姆齐、齐米卡斯还是加克波？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不注册埃吉蒂克，反正法棍就算明年康复一时半会儿也上不了场，干脆就不注册他了，也是个办法。说到注册恩杜克维这场踢的可是真不赖。跟队乔伊斯说可能要外租到葡萄牙联赛，有不太靠谱消息源说冬窗后就能拿到劳工证了，不知道是在葡超踢个半年就够了，还是说冬窗俱乐部就可以再申请新名额了。如果是真的不用外租，等3个月就能拿到证，那就太好了。各位军迷觉得，如果3个月后就能打英超，那还有必要把他外租出去吗？还是说留在 U21 里和一线队一起训练呢？阿劳霍虽然火速驰援，但他的伤病和红牌史还是有点让人担心，但好歹后防线是有了一些厚度，能再买个斯彭斯这样的边后卫更好，不能买就指望阿劳霍客串了啊。说给摩纳哥后，国外球迷都不干了啊，说俱乐部对不住伊劳拉，其实说的就是理查德休斯啊，2个赛季花了5个多亿，结果这阵容厚度越来越差，他是干完这票就走人了。但看看艾修斯拍屁股走人，给利物浦留下的是什么烂摊子？再看看上一任教练离开时留下的是什么？亨利老先生啊，你真是看走了眼啊，放着克洛普不知道珍惜，如今真是追悔莫及。关于琼斯琼皇这次没进大名单，伊劳拉说是因为髋部有伤，但肯定免不了被媒体一顿猜测要离队走人。雅凯本来说是有机会上场的，结果伊劳拉还是担心别给孩子整坏了，还是没上，说是膝盖有伤。除了受伤的这几位昨天进大名单，但唯一没上场的就是U21队长莫里森了，他的出场顺位已经被库马斯取代了，大概率要外租出去了。连续几场客串左中卫的钱伯斯据说也要被外租了，先签个合同然后再租出去。参加美国季前赛的乔治阿贝、中锋赖特、边锋斯坎伦、左中卫恩迪亚耶也都被打回了 U21， 看来是伊劳拉没看上啊。我就想说一句，那个麦康奈尔可别再让他上场了。埃利奥特好歹能怪到维拉和斯洛特头上啊，1年没踢比赛了，再给他点时间恢复状态吧。这就是利物浦新赛季的阵容厚度了。在埃基蒂克、布拉德利、莱奥尼回来之前，中锋、右后卫、边锋这3个位置的替补都不太够看。想争冠肯定是没戏的，想争个欧冠资格就要祈祷几个核心不要受伤了啊。大家说哪几个位置还应该再继续补强呢？